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周三在北京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见，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7次会议等4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会见时，韩正表示，中新作为近邻和伙伴，政治上相知互信，高层交往密切。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李显龙总理通电话，对中新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愿同新方携手同行，深入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等抗疫合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瑞杰表示，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互动，发挥好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加强人员交往，携手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随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主持4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双方全面梳理两国高层共识落实情况和务实合作进展，共同规划下阶段合作方向和重点。深圳卫视注意到，韩正此次对王瑞杰表示，中方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瑞杰也回应，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给新中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方一致同意，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和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打造互利共赢合作新标杆。说未来在于整个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这种区域合作的各个领域，我们包括这种区域的贸易一体化，包括这种互联互通，包括这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方面，我觉得中国和这个新加坡都会提供很多经验吧。新加坡自己本身也说，新加坡和中国的这种合作不仅是中新双边的，同时新加坡也对连接中国和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加紧布局印太的背景下，新加坡作为美国的区域安全合作伙伴，自然成为意图拉拢、联手遏制中国的对象。今年7月以来，美国防长奥斯汀、副总理哈里斯、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美方高官就密集访问新加坡，因此新加坡对中美关系的相关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12月初，王瑞杰在参加拉惹勒南讲座时发表讲话，提到美国和中国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势在必行。他表示，与冷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中美两国是在同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内竞争的，脱钩的代价会很高。除了竞争，双方在必要时进行合作也非常重要。深圳卫视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以来在接受外媒采访以及出席国际论坛等场合，多次在谈及中美关系时做出积极表态。3月，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李显龙表示，新加坡不可能在中美间选边站。他强调，中美作为2个大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另一方剔除，中美必须在本地区共存。8月，李显龙以视频方式出席2021年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时指出，当前很多亚洲国家和欧洲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但同时以美国为重要友邦或盟友。现在要让大家再次分割将非常困难，中美应该争取相互接触，冲突不会产生好的结果。11月，李显龙在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蓬勃创新经济论坛晚宴时，就驳斥了美中脱钩可能出现一个拥有2个独立经济体的世界的说法，而是将中美两国描述为连体双胞胎。他说，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不可能建立各自的体系。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近日接受中国记者团联合采访时就表示，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希望大国之间的互动不要成为一种零和游戏，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和繁荣能够创造最好的条件。实际上，美国特别重视东盟，就希望东盟现有的一些地区架构能够推行美国的一些议程、一些价值观。所以，但是我们也看到东盟这种中心地位实际上是符合中国一些利益的。好比说，一些开放、一些包容，包括以东盟
中心为这种整个地区架构的中心。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维护地区仍然是一个坚持区域主义啊，坚持区域的这种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东盟能够维护这种坚持这种中心性或者是大国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的。